苹果危机时刻才发现，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苹果公司。最近苹果公司 CEO 库克一直赖在中国不走了，他先是现身上海参加苹果零售门店的开业仪式，然后又在上海和果链企业会面，接着又跑到了北京参加会议，整个行程非常诡异啊。因为这些年苹果一直在转移供应链，把平板电脑给越南组装，把最新款的手机给印度组装，还办威胁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建厂，给人的感觉是苹果不再重视中国市场和企业了。然而这一次呢，他不仅在中国逗留了很长时间，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暧昧。库克现身的苹果门店是亚洲最大的零售店面，因此库克来这里参加仪式本无可厚非，但耐人寻味的是宣传阵仗非常庞大。他们不仅很早就开始造势，还准备了非常有特色的礼品，吸引果粉参加。开业当天，库克更是亲自充当门童，为消费者打开了店铺大门。整个仪式过程中，库克给人的感觉只有一个：宠爱，对果粉的重视。要知道，苹果公司的调性一向是非常高傲的，库克能做到这种程度，已经是非常难得。除了对果粉的宠爱外，对果链企业也十分重视。在上海门店开业前，苹果就宣布将在中国投资应用研究实验室，投资金额高达10个亿，而且这种实验室只有中国才有。这还没完，在开业仪式后，库克不但没有返回美国，而是留在了中国。他先是在上海与蓝思、比亚迪等中国供应商们碰面，希望与他们一起扩大研发，然后又跑到了北京参加会议，宣布将会继续加大投资中国的供应链、研发和零售门店。这种态度在最近几年非常罕见，尤其是在美国去中国化的战略中，苹果为何不顾美国的战略思维，反而公开支持中国制造业呢？种种迹象表明，苹果可能出现了问题。想想也的确如此，苹果公司放弃汽车业务，重金压注 VR 设备不温不火，还被欧洲罚款，被美国起诉垄断等等事件，都在说明一件事儿：苹果真的出问题了，而且这个问题必须靠中国才能解决。要想了解原因，咱们还得从奥巴马说起。当时奥巴马刚刚上任，就开始酝酿制造业回流美国。他第一个盯上的目标就是苹果，只要苹果公司回流美国，那么就可以利用苹果虹吸效应，吸引手机产业链落户美国。然而这个想法虽好，但是根本行不通。当时的手机产业链全都集中在中国，苹果手机主要零部件都在中国市场，在中国组装，不仅物流方便，而且有全球最熟练的工人。因此奥巴马问乔布斯苹果能否在美国组装时，乔布斯明确拒绝了奥巴马，而且态度非常肯定。他说苹果再也不会回流了，在中国组装是唯一的选择。就这样，苹果公司第一次转移产业链危机被解除了。2016年时，董王上台，他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。想让美国再次伟大，就需要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，也意味着必须拯救美国制造业。他的态度更加强硬，不再是简单的请求美国巨头将工厂搬回美国，而是直接用总统的身份威胁苹果的美国企业不回国就加关税，直到你回国为止。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美国贸易战。董王与中国贸易战，与日韩打贸易战，甚至不惜将欧洲盟友也敲打了一下。苹果公司作为美国企业，再怎么不想离开中国，也得掂量掂量。于是真正开始考虑产业链转移的问题。2017年时，苹果公司就找到越南和印度，一边与他们谈判，一边支持小部分果链企业去那边建厂。不过此时的印度和越南制造业还比较薄弱，没啥产业，苹果想过去也没用，顶多算是投石问路，顺便敷衍一下董王。但是2020年时，这个局面改变了。当时有几个背景让苹果开始真正考虑产业链转移。一个是中美贸易战越打越激烈，美国压根儿没打算放过中国，单关税都增加了好几轮。苹果公司作为美国企业，必须要考虑中美贸易战的影响。第二个就是疫情，中国最先开始爆发疫情，一度导致全国停产，苹果手机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，这让苹果产生了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危机感。第三个是中国制造业转型下，工人的成本越来越贵。10几年前3000元都能招到一大批熟练的工人，如今上万都不一定能找得到。第四个是华为彻底被打趴下了，被美国几轮制裁后，华为旗舰机只能用4G 信号，对苹果造不成威胁。第五个就是欧美和东南亚发力，给出的优惠非常多，就连印度都拿出了上千亿美元的补贴。种种因素影响下，让苹果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转移供应链并非不可能，而且就算全部转移不现实，但是只要转移一部分的产能，就可以减少产业链过于集中、贸易战成本带来的风险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他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产业转移，但也正是这个决定为苹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为啥？产业链转移最大的问题是大规模配套厂、熟练的工人以及物流。按照苹果的规划，产业转移要步步为营。第一步就是先让技术含量低的组装厂过去，第二步就是围绕组装厂周围建设配套中心和容易转移的供应链，等时机成熟后再做下一步，也就是核心供应商转移。只要徐徐图之，配套厂、工人等等都可以慢慢搭建起来，那么苹果供应链转移计划就达成了。结果苹果做着做着就感觉不对劲了，最先反抗的不是中国消费者，而是苹果一直瞧不上的果链企业。那些果链企业刚开始时还跟着苹果大力布局东南亚国家，但是2年后他们的态度突然就转变了。
一方面是因为越南和印度制造业确实拉垮，工人、物流乃至电力等基础设施很差，他们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和金钱，很不划算。但这不是他们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，毕竟国链企业的话语权一直不咋样。真正的原因是第二个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。这些国链企业坐上了新能源赛道的顺风车，立讯精密与奇瑞开始联合造车，蓝思科技偷偷增加了汽车玻璃业务，舜宇光学也做起了车载摄像头，长银精密生产动力电池零部件，歌尔股份也搞起了汽车零组件等等，只要能和汽车挂上钩的，全上车了。更让苹果揪心的是，国链企业与新能源车的适配度还非常强，手机摄像头可以做车载摄像头，手机玻璃可以做汽车玻璃，手机电池可以做动力电池零部件。想想看，连小米都能无缝转型做电动车，这些企业当然也可以。于是苹果与果链企业的地位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以前是得苹果者得天下，苹果吃肉，其他人喝汤，两者的地位极度不平衡，苹果想踢谁走就踢谁走，你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。如今却不一样了，搭上新能源汽车的果链们有了更好的选择，汽车的产业链更长，附加值更高，而且新能源车是蓝海，每年销量按倍数增长。相比之下，手机行业就落寞多了，每年出货量和利润下降非常明显，即使跟着苹果混，也不一定能喝到汤。而且新能源车还是中国主导，只要你参与进来，未来就可能成为非常核心的供应商。一个是蓝海，只要投入就能收获巨大的回报，未来还能和宁王一样掌握一定的话语权。另外一个是红海，拼死拼活只挣一点辛苦钱，还要看苹果的脸色。如果是你，愿意选谁呢？当然是中国主导的新能源车了。于是才有这么多果链开始转型，汽车智能化替代手机行业已经成为历史洪流了。用雷军的说法是，人才和资源都跑去汽车了，我们再不转型就会慢慢死亡了。在这股洪流面前，苹果再强势也没用，因为不仅仅是中国果链，日韩的果链企业乃至苹果最大的合作伙伴富士康都开始造车了，总不能将这些企业全部踢出去，自己造手机吧。总之，待在中国做汽车的果链，对于东南亚当然就不热心了。再加上印度和越南实在不给力，苹果的产业链转移速度就变慢了。这一慢就出现了问题。制造业转移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必须产业链上下一起努力，看的就是能否一鼓作气冲过去。只要这口气在，那么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发展。一旦气断了，那么遇到困难，产业链上下游就都没信心了。而苹果恰恰就是在最需要提气的时候给断了，而且还是被中美欧联合抄了后花园。苹果手机的前3大市场分别是中国、欧洲以及北美，结果这3大市场同时出现危机。在欧洲市场，去年因为 Lightning 充电接头垄断行为，苹果被欧盟强制要求必须配置 USB-C 接头才能卖，一年少挣了几十亿美元。今年因为滥用 App Store 又被罚款了18亿美元。不过欧洲市场还算好的，毕竟苹果一家独大，就算少挣一点也无所谓。中国市场就惨了。2023年，华为 Mate 60横空出世，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情绪。华为 Mate 60直接抢走了大量的苹果用户。据统计，2023年第3、第4季度，华为手机销量都上涨了36%，2024年第1季度更是暴涨了64%。苹果就惨了，在华为的冲击下，3个季度的下滑幅度全都超过了10%以上。要知道，苹果当初转移供应链最大的底气，就是因为华为被制裁了，没有了华为，苹果就没有竞争者，因此他们才敢强行转移产业链。现在华为强势复苏，苹果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中国消费者了。但是更让苹果无语的是，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背刺了一把苹果，美国司法部竟然也公开指控苹果垄断手机市场，3大市场同时针对苹果，这是历史罕见的时刻。中国倒是能理解，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市场竞争，自己打不过没话说。欧洲没智能手机，薅点羊毛也是能理解。你美国是咋回事呢？说实话我也没看懂啊。当初美国政府要求苹果转移产业链的时候，可是把他们哄得像小甜甜一样。现在苹果公司在前面冲锋陷阵，你美国政府不在背后推一把也就算了，竟然还玩起了背刺，你让苹果怎么想啊？这件事儿影响相当恶劣，你想想看，你自家的国家都说垄断市场了，那么欧盟罚你不冤枉吧？其他国家看欧盟轻松就薅了几十亿美元的羊毛，是不是也会忍不住跟着做呢？这比小甜甜变牛夫人还要悲催吧？更悲惨的是，苹果全力布局了近10年的汽车业务也夭折了。如果说手机代表了苹果的现在，那么汽车就是苹果的未来。如今现状和未来同时出现致命的危机，你说苹果公司能不着急吗？当然着急了。汽车业务失败，说明苹果公司本身出现了问题；欧美反垄断围剿，说明苹果全球话语权正在逐渐衰落；印度和越南拉垮，说明他们下一个战略高地不可靠；中国市场又遭遇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意味着未来的战斗只会越来越激烈。苹果突然发现自己竟然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，如果再不解决，那么失去的就不单单是股价了，而是整个未来。问题是怎么解决呢？答案就是回归中国的怀抱。是的，你没看错啊，当初转移产业链，一个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胁迫，一个是因为东南亚的人工更便宜，还有一个就是不想那么依赖中国。现在这些条件都不成立了，首先美国自己背刺了苹果，那么苹果公司也就没有必要再为美国充当急先锋了。反正有没有转移产业链都要被割一刀，那还拼命干啥呢？
其次，东南亚人工的确便宜，但是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基础设施不行，物流费用就增加了，工人不愿意加班，就得多安排一些人，也增加了人工费。然后印度政府腐败，你就得花钱花精力去摆平他们，又需要巨额的公关费。印度的土地都是私有制的，征地费用、扩产费用也很高，还有印度种族主义导致他们经常罢工和抗议，轻点的耽误工期，严重的还会打砸工厂，增加工厂的维护成本。除此之外，印度为了保护本土制造业，不断增加进口关税，就连 RCEP 等区域合作协议都不参加。苹果手机不管进口零部件还是出口产品，都需要额外的关税。这些因素导致苹果手机在印度生产不但成本没有明显下降，而且组装效率也十分低下。反观中国，很多工厂都在做制造业升级，加入了人工智能、工业机器人等技术，打造了自动化生产线，生产效率比以往高得多了。就拿立讯精密来说，2017年库克就跑去参观立讯的工厂，被他们的精密制造的生产线给惊呆了，不仅在微博上大赞他们的创新思维，而且将越来越多的产品交给立讯精密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企业身上。长银精密本来是生产 Mac 的外壳，但是他们开发出了天玑6轴机器人，成为苹果手机首个可以打磨镜面的工业机器人。比亚迪研发的自动光学检测设备，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不断识别、学习，就可以对组装的产品进行识别，检查合格率超过99%。这些技术让库克叹为观止，称他们是突破可能性极限的典范。智能制造业原本是欧美工业用来弥补工人减少而出现的，但是中国企业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整体的智能化程度远高其他国家，生产效率提高了，成本不就降下来了吗？如果成本降得足够低，那何必在乎东南亚那点工资差价呢？其次，智能制造还只是中国制造的一小部分优势，更大的优势在于产业创新和产业集群。啥意思呢？产业集群就是说各种配套零部件都集中在一起，组装产品的时候，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将配件运到工厂。比如你在印度组装苹果手机，那么从世界各地将配件运过去，少则几天，多则半个月。但是在中国深圳，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将95%的零部件送到苹果组装工厂里。这种恐怖的效率，在整个世界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得到。这就是产业集群，它用时间和效率来减少成本。而产业创新的例子就更有趣了。这几年，苹果最大的创新产品是 Vision Pro 头显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头显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？答案是中国制造业帮忙造出来的。我一点也没夸张啊！苹果手机里，中国供应商占有率不到10%，而苹果头显里，中国企业占据了60%的份额。苹果转移供应链这几年，回头一看，还是离不开中国。为啥？因为头显设备不仅需要硬件，也需要各种 IT 软件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还需要将它们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欧美日韩都做不到，他们要么没有硬件，要么没有软件，更别说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了。而中国呢，不仅有最齐全的硬件产业链，而且软件人才足够多，可以根据苹果的需求不断创造出适合的设备。为啥苹果要在中国建立应用实验研究室呢？因为靠近中国，苹果才能在硬件和软件上创造无限的可能。当初苹果要是将汽车研发设在中国，估计现在早就成功了。这种创新能带来的效益，远比廉价工人要高得多了。你说库克为啥要加大中国投资呢？人家是商人，可能创新不擅长，但是降本增效那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这笔账他算得清楚。既然离不开中国，那么再依赖一点又有什么坏处呢？不得不说苹果也是认清了现实啊，祝他们好运吧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